俺朋友有一块带龙的银元，他准备500块钱卖给我。哦，我害怕其中有诈。嗯，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假的呀？这我看你这是一块平底如盒的龙样，500卖给你啊，确实要小心一点，别是假盒假币了。我帮你看看。因为我对这银元也不懂。哦，我这搁着合着看，这银元咋那么发白？看着不像银子的颜色。你这个是平底如盒的江南嘉诚7线点，这壁面泛白啊，说明银元被玩熟了。我看这真假完全没问题啊！像这种盒子币看真假啊，一定要先检查外边的盒子是否破损，然后再仔细对比官网细节。500卖给你的话，这相当于你捡个大漏，这好歹也是一份高分龙样。500的价格，我想都不敢想。我跟你说，我这个朋友他是个败家子儿。哦，这是他女婿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哦，昨天才送给他的。啊，今天就非要500块钱卖给我。那500确实便宜。你想想，他女婿送给他嘞，这能会有啥坏东西嘞？500卖给你啊，确实是个败家子儿。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东西装兜里，这还没暖热乎嘞，这都赔大价钱卖给你。要是让他女婿知道了呗，这恐怕该生气了。生啥气？俺朋友他这个人平时喜欢喝个小酒。哦，喝完酒再去跳个舞。跳完舞再去玩几把麻将。手里缺钱。那你朋友确实是一个玩家，吃喝玩乐无所不能啊。那你这样一说，我都懂了。看来你这个朋友啊，确实他是不识好歹。他女婿之所以送给他这个江南嘉诚啊，应该是图一个好的寓意。你看，今年是甲辰龙年，送这个有一定好的寓意啊。我对这个也真不懂。总感觉银子那么便宜。那是，这压着500块钱，我还以为要吃亏嘞。吃亏绝对谈不上，因为银元的存世量它固定就那么多，不可再生是关键。银子再便宜，它又不是现在生产嘞，现在也生产不出来过去的银元。况且你这个都已经平底如盒了，市场价还是有的。如果那朋友懂的话，肯定不会500卖给你。你说的也对。我也是看中了啊，他不识货，对，故意去买他的这块银元。你看看能赚几百？几百，你还真是小看这个江南嘉诚了。咱说句不好听了，现在一块普通的大头啊都上千了，所以这个龙阳价格就更贵。你像江南嘉诚啊，是江南8个有纪年里边发行量最大的。首先入盒，你看给的是 AU 50分，AU 啊就是镂空过的美品，满分是70分，而你这个给了50，足以说明这个银元的状态不错。一般江南嘉诚带的版不多，而你这个7000点比这普通的银元就是龙面，你看7这个地方前面多了一点，所以才叫做7000点，一点区别其实就是一个版。然后你看它的背面，这就是属于原味的，原味啊就是包浆也有，但并不是太明显。好在你这个银元啊，你看这两面，这都是全身打，算是嘉诚里边状态最好一点的了。你像现在随便一块45分的江南嘉诚，现在都3000左右了，而你这个磨损啊相对更少一点。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差不多能给到你3500左右。3500？对。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一下子赚他6倍的收益了。那是。那作为朋友，我这是不是太黑心了呀？那你这个咋说嘞？因为像这种银元啊，很多人都不懂，因为平时他们的透明度也不高，它不像黄金一样都知道500、600一颗，对吧？有多重，算多少钱。而这种银元普遍都认为银子不值钱，卖个几百块钱很正常。你愧疚的话，可以把这个多余的钱补给他。那吃到嘴里的肉，谁也不想吐出来啊。那是，只要是真假没问题就行了啊。大不了以后他反悔了，我再补给他个100、200的。那具体补，那看你咋想了。但是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像这种便宜啊，最好不要经常去捡。你毕竟朋友关系在那搁着嘞，你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时候，万一哪一天被那朋友发现了，对吧？多少脸上这面子还是没有了，是吧？对吧？这种事儿，咱们以后也要少做吧。对。好，谢谢你啊，不用客气。老板，你看我这个银砖顶多少钱？我这个银砖这是100块银元合成的，炼成的。100块银元啊！这确实不轻，怪得有几斤重。我搁称量子嘞，2.4公斤，一点不多，一点不少。2.4公斤，我给你换算一下，也就是4斤8两，1斤500克，那正好是2400克。
这用100块银元炼成个银砖，说实话，大爷，这太可惜了。这因为啥这炼成银砖？怎么着？俺爷是个铁匠。哦，铁匠。是个铁匠，俺老太爷是个地主。哦，是地主。门道都地主。哦，地主家里边的银元，都得上交。对了，只要上交的，俺爷，爷子练了。练一块好放哦，明白了。过去确实是批斗过地主，大部分地主家的银元有很多都私自藏起来了。而你这个方法是弄巧成拙了。说实话啊，银元毁坏它都不值钱了。你看现在的银元都是那些地主后代，他们固定放一个地方，没有损坏，才能卖上钱。那你别想咋说，这是100块银元合成的。你都看看顶多少钱，你能拿呀？你要着了，你管卖人家，你也有了信息的。这银元辟邪呀。明白了。就是加工银首饰那种，明白了。跟你说实话，大爷，现在早都不流行用银元加工银首饰了。用银元加工银首饰有很多弊端。因为这个银元它是9银1铜，含银量低，做出来的那个首饰呢，它容易发黑，有很多人嫌硬。现在几乎那个宝宝身上戴的，老人身上戴的，都是那金店卖的成品，朱银还亮，还漂亮，还软。这门道说都说这个银元银子，那你说的好。我都听说，反正做的银元贵了。你看看能管卖多少钱吧？加了我几种钱。跟你说一下，大爷，这个银元现在确实贵了，行情比着以前确实涨很多。但是你这个银砖和那个银元，没太大关系。银元之所以贵啊，主要是看它的状态很板类，讲究一个完整性。你像普通的大头现在都是1000多，龙阳呢，品相好一点的都得大几千，有的上万的都有，就是因为它带板，它的完整性好。第二个，你这个银砖啊，说实话，这银元一毁坏，它就是简单的银子，银价现在也比较透明，一颗也就5块钱吧。在第三个，我这看了，你这说是用100块银元回成的银砖，我看这含银量要比银元的银子要高。你看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9%，你这个说实话，这一看这都是朱银，区别很大。我这给你约摸的估算一下，你这个银砖啊，也就2400多克，按现在银子5块多一颗，现在也就1万多点，1.3万4的样子。1.3万4的样子，那太少了。你都给我按现在那个银元，最便宜的有个1000多块钱一块，你这100块银元也得顶个10万8万来了。大爷，很遗憾，你这并不是银元，你这把银元毁了，炼成了银砖，对不对？这说实话和没损坏，说实话你那银元都好谈。你这损坏之后，这价格咋说呀？只能是按银价。刚才我说了，银元保存完整性，大头普通了1000，龙阳得好几千，你这是个银砖，这没办法。这俺爷们儿他聪明的不能行，多聪明这把他干个龌龊的事了。要不是毁了，这不是管卖个10万8万了吗？对，过去人有很多人不懂，以前是银本位，你有多少银子那都可以当钱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银元涨价了，你这只能卖个1万多块钱，卖不了10万8万，大爷你也放着吧。那我还放着。我不卖了，太便宜了。好。老板，赶紧给我看看。咋来？这我500块钱买俺邻居一个元宝。500啊？这一回俺媳妇要我跪搓板。咋了？说我乱花钱。这看来恁媳妇儿啥都不懂啊！这么大个头的这个银锭，这上哪买啊？她应该是怕你上当受骗了。一般这种器型的呀，是10两的锭子。你看上面写的还有字：宣统年，太谷县租。一般这种带字口的呀，都是官锭。过去清朝1两是37克左右，咱就按现在的银子说吧，300多克的这个银子500块钱买，你上哪去捡漏啊？老板，你说我爱听啊，但是俺媳妇她不这去认为啊。
他跟我说500块钱买回来一个驴疙瘩，驴疙瘩啊，越洗越像驴头。那两口子真有意思，这好好的银锭子被你们洗成这个样子，这你让我看了，说实话有点心疼。不是我说恁媳妇儿的，他这分明啊就是鸡蛋里边挑骨头。这颜色虽说看起来像驴，但是这么一疙瘩驴，它能会有这么重吗？再说你花500块钱又不多，难道平时你连花500块钱你都做不了主吗？哎，你真别说，俺媳妇都是天猫公一个，1毛8平。哦，平时这兜里没有装的钱，没有超过10块钱过。哦，那可怜吗？啊，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话了。哎，说实话，不是我看不起你啊。现在这个社会，你想想看，你出门在外，你别说应酬了，你就是忽然间饿了，你随便找一个地儿，你想吃碗热乎乎的，不说吃撑吧，你就是吃饱，吃碗烩面，现在怎么着也得12、13块钱一碗了吧？哎，这回啊，我都是回家住着吃饭才年年，俺那3口人2块钱的面条就吃饱了，10块钱我买五回吃饭。那你这样说确实是我不抬杠，反正10块钱对你来说确实是挺重要的。那既然你这平时兜里的只装10块钱的话，那你咋会掏500块钱买恁邻居这个银锭呢？这500块钱啊，其实是俺邻居欠我的。哦，欠你的。没成想，这事儿俺媳妇知道了。哦，还非得说我什么上当啦、受骗啦，要让我给他还过去啥东西了。哎，邻居的这低头不见抬头见了，500块钱人家不至于去骗你。反正你这是误打误撞捡了一个大漏。我给你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银锭啊，并非是什么驴，哎，我看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你这洗白了，最差你还可以按现在的银价卖，360多克的银子重量，你看6块钱一颗算，差不多这都2000多块钱了。耶，2000多？对呀。好啊，这回我立马就卖给你。哦。让俺媳妇高兴回去。你也别着急，这因为这个银锭啊，它是过去晚清那时候的，你看字口又那么清晰，唯一美中不足啊，就是你这清晰了，肯定不能给你按2000多敷衍了事啊。一般这种10两的银锭啊，现在折合下来差不多71克朝上了，因为他们的收藏意义啊，要远高于这个银价。毕竟这个东西啊，它也是有数量的，10两360、70克的价格，说实话，这都上万了。好，3万了好，这个价我媳妇听了很高兴。赶紧给我出钱吧。你还是别着急，这个东西反正它还不会飞，早晚都值那么多钱。关键性的问题有2个，第一个就是那邻居500块钱卖给你，现在鉴定价值都上万了，你是不是要给那邻居多少分一点？我才不给他分嘞。在我手里都是我的东西了。我就不分给他了。这个怎么着分法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毕竟这1万多的东西啊，我也怕你做不了主，你是不是得回去跟那媳妇儿请示请示，以免把东西卖了你再回去再跪搓一板，说实话这都麻烦了。好，你说的对。我得回去问问俺媳妇。对回去做决定哈。谢谢。没事。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今天中午我热心帮俺邻居倒垃圾，这哗啦一下倒出来几十块银元宝。热心帮别人倒垃圾是好事啊，但是这个垃圾堆里咋会有银元宝嘞？来，我看看是啥的。刚开始我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这些东西，幸亏我低头看了一眼。这感觉可不是垃圾啊，这应该是他放错地方了吧？您的感觉是对的，这可不是什么要扔掉的东西。首先啊，这个真假是没啥问题，这都是过去的1两2两的数锭，本身啊，你看这都已经平级入盒了。这都是过去正儿八经白花花的银子，只不过外边你看套了一个盒子而已。这东西啊，装这里边应该不是当垃圾扔的，你这捡回来是对的，东西没问题啊。给东西还给人家拿回去吧。你别着急啊。如果这些东西是过去的，那为什么俺邻居放门口啊？一般像这种东西，他不应该锁在保险柜里面吗？对呀。我这幸亏留个心眼给他拿过来了，不然我这不是闯个大祸吗？看样子应该是那邻居往门口了。几十块元宝的话，应该装一个很大的袋子。你这当垃圾扔掉的话，也太热心肠了。现在像你这种热心肠的人啊，真是太少了。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有一句话说得好，不知者无罪，
毕竟你也不知道这里边装的是啥，当垃圾给你扔了。哎，幸亏我这多看了一眼。你说我这给他挽回多大的损失吧？那是。我这个人啊，做事也有讲究。啥讲究？做好事不讲究回报。简单的意思都行了。哎，几十块不是银元宝吗？对呀。我都选了3个小点的，600多了。哎呀，我说句实在话，你这想法有大问题。我来给你捋一捋事情的经过啊。恁邻居的东西放门口了，可扔你可不扔，你出于好心帮他扔了，发现里边有元宝，你及时的又给人家捡回来，这可算不上你帮别人的忙。按理说你应该把所有的东西放到原位，你就当啥没发生过，不就结束了吗？你看，你正好说错了。咋？我放到他门口的话，万一被别人偷走了呢？咋办？对不对？那是。再说这些东西，也不值啥钱，我留下3个也不伤大雅。哎呀，那你怕偷走，对吧？那直接给他敲门提醒一下不就行了吗？万一那邻居一高兴，说不定还送你这3个了，对不对？总比你强行留下3个强。再说这3个银锭也得花几个钱吧？你看，既然它是过去的白花花的银子，因为这个银锭啊，它上面没有字口，它是属于素锭，这个重量呢，你看都是2两嘞。说实话，3块。咋说啊？造型只能说一般，但是好歹人家已经评级如何了，它都有一定的市场价，这个市场价咋说啊？这现在说实话，这啥你都按现在速定的价格，1颗20多，我给你看一下，50、60、70，这好歹也180颗了，180颗，你看现在20多块钱1颗，这好几千块了。3000多，3、4千了，3、4千多这3个。对呀，你这忽然间贸贸然的给人家留下来，这不可能啊，不现实。不碍事，这毕竟能拿的，这3个卖给你，其他的我5元出。这你说这话更不对了，兄弟。这再说你真帮别人东西没倒掉，你发现是真东西，对吧？你应该给人家还回去。这3个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也不要卖，你也不要自己留，你卖我肯定不收，对吧？你自己留也不行。对不对？你别说了，老板，你这咱这磨叽了，你不收去就，不收我自己留着。自己留着。兄弟，我跟你说一句话，这个东西啊，它是有价值的。你这留不合适，毕竟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别管了，你别管了。好吧。这些金条啊，我在地上挨个都摔了，根本都摔不烂，而且我用牙咬一咬一个坑。你看这1斤半能不能卖30万？哎呀，4根大黄鱼想卖30万。这如果真是过去的金条，确实要价不高。它上面写了有字口，康熙4年主持，字口倒是挺清晰的。有一点不好，就是金条的表面，你看这都氧化变黑了。如果真是过去古董的话，也被你摔变形了。这好好的东西在地上摔来摔去，这是为何啊？人家都说黄金比较软，用牙咬也能咬动，对，在地上摔能摔出来颗，就证明它是真正的黄金。毕竟这也是别人给我的，我也不懂，所以就用最原始的方法试一试。说实话，你这种检验的方法不行，因为黄金比较软，经常在地上暴力摔来摔去啊，很容易摔折黄金。再说了，这好歹它也是个物件，你这摔得乱糟糟的也不太美观。这现实生活当中，你做了啥好事，别人竟然送给你金条啊？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做家政的，1个月5000多块钱的工资。去年在一个80多岁老两口家里面当保姆嘞，因为他们2个经常生病，说如果我伺候他们好的话，他们愿意把这4块金条无偿的送给我。原来这4个金条是别人无偿送给你的。既然是无偿的东西送给你的话，你也别太在意。基本上像你们在别人家做保姆的话，照顾2个上岁数的老人，可能工作会累点，但是工资也是比较可观的呀。毕竟1个月5000多的工资，在咱们这个地方也算可以了。确实工资挺高嘞。说实话，忙也不是太忙，平时洗衣服之类都是洗衣机洗。无非就是天天给他们做个饭。他们都是上班族，说送给我，说实话吧，送给我几个金条，我还是挺开心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尽管讲。你看你当保姆啊，给人家收拾家务之类的，也有可观的收入。加上你这个雇主，他们又是工薪阶级，这忽然间送你4根金条，如果是真的，你可能消受不起；如果是假的，你也别生气。相当于啊，这几个小玩意儿乐呵乐呵得了。
你说这话我不认同。既然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肯定销售得起啊。说实话，我来的时候这些金条我都称过了，1斤半的重量，30多万，一个子儿你都不能少，要不然我还不卖给你了。还是那句话，这4根金条啊，1斤半的重量，张口你只要30万，确实是不贵。1斤半就是750克的重量，你就看现在一颗470块钱回收价，30万至少不多。你要赶紧核实就行，我无所谓的。你没所谓，我也没所谓，那我就放开了跟你说。首先，你这些大黄鱼啊，比黄金价要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是真正的大黄鱼，它们的收藏价值比金价贵。但是你这些金条是有问题的。首先，你来看制口，时间点对不上。康熙4年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造型的大黄鱼，字体也不对。你看上面简单的写了这几个字，这一看啊，就是现在的电脑体，所以这是第2个对不上号。另外，你的这些金条啊，表面你看这都氧化褪色了，而真正的黄金，咱不说它带光，最起码这个颜色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重量不对，10两的大黄鱼标准的重量是300多克。我打开电子秤来称一下啊，你看172，少一半，170。看一下它们的实际重量，所以说啊，你这哪是黄金？这说实话，自然也就没有价钱可言了啊。这不可能不是黄金，这我都在地上摔了，软得很，而且用牙也能咬动，这咋可能不是黄金嘞？哎呀，就像你刚才在地上使用暴力摔，说实话，它是啥，它都能摔出痕迹。你就是随便拿个东西，只要使劲用牙咬，它也都能咬得动。所以，仅凭你说的呀，不能证明它就是黄金。那你说能值多少钱吧？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它没用。我看你都是啥都不懂，再给这浪费我时间。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今天双11啊，500块钱一块买了俩银元。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坏就坏在我装的现金啊太少了。500块钱一块的银元应该不是什么好币种的银元，还一下子买了俩。来，我看看是啥的。我感觉啊，这一次我捡了一个大漏啊，因为我偷换了他一下标签把银行的价格贴到银元上面买回来的。我这还以为是阴阳作阳呢，你这500块钱一个买回来了，绝对超值啊！皮盒的造币中厂虽然说没给分，但是这状态啊非常好。另外一个是公播的盒子，也不是一块普通的23年传阳，以盛版也算是传阳里边的名誉品。你这算不上捡漏，你给人家换标签了，只能算狸猫换太子，这可不是啥光彩的事啊！这也不能怪我，上次我去他店里买东西，也不知道谁淘气把100块钱的银行贴到500块钱的标签上了，愣是让我损失好几百。结果我去找他老板，他老板竟然说是我的责任，因为他收银的干了一上午不干了。那如果真是这样子，只能说他这个老板不会做生意。明明责任不在于你，你去给他明说之后，对你没有任何补偿，这就是他的不对了。但是呢，你只损失几百还好一点，而今天你500块钱买他这2块高端币，这说实话，这就有点过分了。几百块钱也是钱。对，我觉得这和钱完全没有关系。那是的，这是他店的一个漏洞。他却不重视。我也没有办法。今天我正好路过他店，发现他新又招了一个收银。于是我给他上了一课。你这确实给他上了一课，但是以老板那个个性来看啊，我觉得你未必能伤他半分。原因有二。第一，老板发现这个账对不上之后造成损失了，肯定是他收银，他得负全责。你这相当于和收银上了一课。另外，现在付款啊都是实名制，你付完款肯定有记录。建议你啊，还是把这2个银元给他还回去为妥。说实话，我对银元不懂。至于能值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你这样劝我还回去，没啥意思吧？你经常玩银行，应该也知道这个银行的价格啊，它差别很大。其实银元和银行的价钱区别不大。先来说，你这个比较便宜的23年传阳嘛，公播给的是 AU 55分。你像普通的23年，说实话，类似于这个状态也就1000多块钱。但是你这个它不是一般的传阳，以盛版。就是在23年传阳的基础上，在传翻这个地方，多了一根绳，和大清那个阿后点一样，你可别小看这一根绳，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名誉品。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少，就目前你这个状态啊，最少能给到你5000左右。我这个乖乖，一块银元咋能贵？我还以为1000-8块钱呢。我如果不拿回去啊，绝对给他上一课。那你现在确实就已经给他上一课了。最主要是另外这个皮盒的造种，价格是传扬了几倍，正儿八经的龙阳3000克之首，存世量啊是所有咱们常见的龙阳里边最贵的品种。皮盒你看给的是 XF92，大概意思就是流通清洗过，但是实物状态啊确实是不错，尤其是龙鳞这一块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磨损，包括两面的字口也都是全身打。就冲你这个状态的话，目前啊我能给到你18900也没啥问题。乖乖嘞，这确实更贵呀！这双十一给我开了个玩笑，确实开了个大嘞还。对。你说我该何去何从呢？就像你说的那样，给他上一课就行了。正好冲着这次机会啊，当着他老板的面，把他这个漏洞给当众指出来，趁机啊把银元让他们回收回去，顺便把上次多要你那几百块钱要回来，挽回你的面子，又不让他这个收银员为难，一举三得，这不挺好了吗？你这个办法好。我现在啊就去找他，把这事给办了。对，还给他还回去。那中，谢谢你啊。没事。我这昨天啊花500块钱买了一个2手真皮沙发。我在里面打卫生的时候啊，摸出来一块银元。你赶紧帮忙给我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哇塞，你这个银元可不是一块普通的银元，这是民国军阀币5钞。真假的话，我看完全没啥问题。这搁着盒子看一眼开门。你看壁面压力十足，而且壁面有流通痕迹，状态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啊，皮盒没给分，给分的话还是挺喜欢人的。你这500块钱买一个2手沙发，超值啊，相当于是买1赠1了。别提了，那沙发买的有点亏。咋了？当时看的时候啊，颜色挺好看的。搬回家之后啊，和家装修不搭。因为时间长了，有的沙发皮都裂开了。哎呀，这个说实话，毕竟你买来沙发是2手的，2手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如果没点质量问题，你想想，既然是真皮，别人不可能500块钱便宜卖给你。如果实在和家里装修风格搭不上，你再到手卖了，估计也赔不了啥钱。我花500块钱买回来了吧？我到家之后发现不合适，给人家老板打电话。你猜怎么着？咋了？人家只愿意给我出100块钱。你说他说的呀，这抬来抬去太累了，这不是坑人吗？其实他说的也没错，现在卖东西啊，确实是不贵，一个沙发毕竟也不轻，2个人楼上楼下的抬来抬去，毕竟是人工比沙发贵。不过好就好在啊，无论怎么你也不会亏，你这不是从沙发里边找出来一块银元吗？这也算是意外之喜啊。一块小小的银元，你说能值多少钱？就算值个200块钱，就是我亏200块钱了。200块钱现在买不到啥银元。再说你这也不是普通的银元，是特别稀少的军阀币5钞。你就是放到民国，你放到100年前，你用普通的袁大头10块袁大头，你也不一定能换过来一个。再说你那沙发不卖，它放着好歹也是一个物件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然这样吧，这个银元给你，沙发你也搬回来，你给我500块钱就行了，咱俩谁要反悔谁就是小狗。你先不要过早的承诺，这个谁是小狗还真不一定。我想给你来讲一讲这个5钞的价值再说。这个5钞啊，入的是 PCGS 的盒子，可以说是现在最牛的平底盒子。你看一下它的编码是以3531开头的，由此可见这个5钞啊，平底时间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和你那个沙发的年龄挂上钩。先说一下它的存世量，这个是1923年曹锟当上总统之后，由天津造币厂发行的纪念币。你看背面写着纪念2个字，旁边是18星旗和5色旗。当时啊，一共发行了2个版，5钞和文钞。5钞的发行量较少，所以价格啊比文钞显得贵一些。而你这个就是5钞，在我们行内称为大5钞，可以通过他穿的这个衣服看出来，戎装9分像。皮革评分给的是 XF92，通过壁面可以看出来明显的有这个流通痕迹。因为是过去是银本位，所以一直保存到现在，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我就给你出价估计吧，7万多块钱。啥
7万多，对，你这不是拿我开心了吧？没有，我这500块钱买个破沙发，竟然还这样好事我这比中彩票的几率都大。你说的确实是令人不可置信，但是你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愣是发现了，只能说你这运气太好了。这很有可能啊是那个沙发的原主人他放到里边了，时间长了应该是忘了取出来，而那个沙发啊被卖了出去，几经流转又跑到了你手里。那你现在500块钱，你这还愿意卖给我吗？咦，我肯定不会卖给你了，还是要感谢你的鉴定啊！我回去再找找去，看说不定沙发里面还有嘞。不用客气，你回去再仔细翻看，说不定啊还会有意外惊喜。借你吉言啊！再有的话，我肯定请你吃饭。好嘞，没事。就因为俺家4岁孩子啊，下午动手打了邻居家2岁孩子2巴掌，邻居给我要5000块钱赔偿。没办法，只能叫这个医院卖了。小孩在一起玩耍打架实属正常，这个赔5000块钱太夸张了。来，我看啥样的医院。我这个邻居啊，他特别要面子他说出去的话都跟泼出去的水一样我这不表示一下子吧也不行。你给我看看这17块医院能不能卖3000块钱吧？能不能卖3000？看来你这是对医院不懂啊。我先给你来数一下数量：15、14、15、21块。我看你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这壁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罐装品相，壁面整体还都不错，里边吧这还有一些带戳子嘞。这21块冤大头，你这张口就要3000块钱，你这账是咋算嘞？这东西不是你的吧？咋不是我的？这是俺家里边传下来的。以前我存钱的时候，我都随便拿一块给别人换东西了。我感觉这一块大概也就值个200-300块钱嘛。银子一颗不都10来块钱吗？基本上这一块感觉是大差小不差的样子。再贵它贵不过黄金啊。哎呀，你这账是咋算嘞？原来你是按银子价钱大概估出来的。说实话，银价并达不到这个10块钱一颗，10来块钱那是金店的首饰成品价。那家里边再是祖传，你也不能这样糟蹋银元啊。再说这个银元，它好歹也是5级文物了。既然今天你来到咱们店里，我就给你大概说一下他们的价值。你要不说我也不知道嘞。那都是我前一年卖的价钱。如果不是这次俺儿子给我闯祸的话呗，我也不会轻易叫人拿出来。你给我评评理吧。打了2巴掌有啥嘞？就硬我要5000块钱，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真因为那2巴掌的话，给你要5000块钱，确实太过分了。邻居的这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完全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小孩子在一起玩耍，动手打个架，这太正常不过了。再说4岁的孩子能下多重的手啊？银元你也别卖了，你给他买点东西，赔礼道歉，这不都行了吗？你是不知道，俺这个邻居啊，平时为人态度都非常恶劣。我早都看不惯他了。赔钱都赔钱，省得找人说行了。再说买东西咱得花钱，不是要钱都给他钱吧。哎呀，说实话，你这想的太复杂了。本来小孩子在一起玩耍打架，这都是小问题，你们2家大人杠上了，说实话完全没必要。你这21块银元我都给你简单的看了，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板，一块8年大头都没有。大概也就分为2大类，一类就是这种带戳子的，虽然说它这个戳子不大，但是影响壁面的美观。一般现在行情价大概在800左右。啥意思？这一块都值800块钱吗？对。老板，你这也太实在了。跟你说实话吧。我来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这有恁贵。你也不用夸我，不懂行情价，只能说明你对银元行情不懂。一般像这种带戳子的都是有瑕疵的，而剩下的这些这壁面都不带戳子，反而价格会更高。因为你的这些品相整体来说还都不错，不说带板带光吧，最起码这都是传世的状态，没有任何弱打，我看着是特别舒服。然后也算是通货美品吧。你看现在的行情怎么着一块也得给你1000块钱啊。老板，他啥都不说了。我看出来了，你是真实在。要不是今个俺孩子给我惹祸呗。今晚上我非得请你吃饭喝酒，给你唱歌，再按摩。你也不用太客气，我这给你报的都是实在价，你也不容易摊上这么一个邻居，动不动都要钱。我倒是觉得你也没必要太认真，劝你还是回去提几箱礼品去看望一下那个2岁的小孩，或者是找个有威望的人跟他们说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乐融融，这不都行了吗？
你都不用管了，老板。实际情况你不了解啊。东西你看管你留着，我都给你留着了，大不了给他5000块钱，给他5000到5000嘛。好。这一次我这不发财都不行哦，人家都说了长保于民啊。你看我这500块钱买回来的乾隆金壶，你看能值多少钱？你先不要激动啊，你这确实是一个小酒壶，壶面是雕龙画凤，很有讲究。就是你这种雕刻的刻工啊，不是太精致。你看这盖子上，这也不知道是磨平了还是刻工不行。看一下壶底，哇塞，壶底果然有乾隆年造这几个字。像你说的所谓的金壶的话，那你这500块钱咋可能会买得到嘞？你都不知道，哎，我这个人啊，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哦，这个金壶是这样回事吧？这是我一个朋友嘞。据说是他给别人搬家时，在一个废弃的家具里找到的。哦，他不识货，才500块钱卖给我嘞。哎呀，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这个金壶有2个问题要搞清楚。第一个，既然是给别人搬家，哎，无论是不是废弃的家具，这些东西啊，它都应该属于别人，你这给他买回来就不对了。另外就是他不识货，你识货，你花500块钱买回来，那你觉得这能值多少钱？我给你纠正一下吧。废弃的东西就是别人不要的东西，扔掉的东西。只不过别人不知道，这家具里面装着这个东西。至于我想卖多少钱，现在这黄金不都是按重量来了吗？对，你说的很对，黄金都是按克来算的。现在正好赶上这个黄金价格正贵，你像今年1克都500-600了，像我们黄金回收现在也400-700了。但是如果这真是过去的古董啊，你就不能按金价来称了，因为古董价值啊远远要高于黄金价值。你说的很对，我这个金壶啊，在家里称过了，足足有1斤重。哦，1斤。我绝对不会按现在的黄金价卖。1斤黄金最多卖个20多万，有意思。我感觉怎么着也得挣个5000倍的利润吧。5000倍的利润？对呀。你这果然敢想啊！50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按现在的黄金价卖25万，你还不满足？你这想要5000倍的利润，那都是250万才能达到你这个想法。这看来你对古董这个东西你也懂啊。我肯定多少懂一些，不然我也不会买，更不会跟你要这个价钱。你就给我看看值多少钱嘛。先不说你500能不能捡漏啊，也不说这个金壶是不是乾隆年间的，我先来给你证实一下是不是金的。先说一下它的材质，你先听一下，听一下它的声音。说实话，这很明显啊，这根本就不是黄金的声音。还有你这个金壶，通过壶嘴来看有那么厚，如果真是黄金的话，远远不止1斤。另外，如果真是过去的古董的话，它这种雕工啊，这都是雕出来的。但是你这很明显，这都是机器，哎，整体做出来的。另外，你说是乾隆年间，包括这壶底这几个字，乾隆年间这几个字，现在的工艺品上你可以随意打，并没有要求，并且黄金的颜色也不像你这个那么暗，对吧？你这就是典型的艺术品，现在大概价值也就是几十块钱，不然啊，别人的金壶如果真是传家宝的话，人家也不会扔了。几十块钱？对，你这鉴定的结果怎么样？我很不服气。不服气？几十块钱一个，我把它吃了，你给我买几个我看看。哎呀，吃了你还是别吃。说实话，这种东西啊，金属物吃到肚里也不消化。对于鉴定结果不满意啊，你可以再找其他人看看。哎，几十块钱，说实话，这种金壶啊，还真是到处都是。你应该是没有逛过那个小城市的那个古玩街。你像那古玩街上摆的呀，基本上都是这种造型的艺术品，因为它是艺术品。说实话，现在它也不值啥钱，哎，就是几十块钱一个。好了吧，好了吧，你别看了。我对你评价的一点都不满意，我找其他人看看去。好，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俺老公真是一个大善人。咋来？他姑准备买一套90万的房子，让俺老公借给他80万，还送给俺老公一块卧龙银元。90万的房子借80万，这也太搞笑了吧？给一块啥的银元？来，我看看。这块银元都相当于给俺老公的利息。说是放50年之后，好像能卖100万左右了。这个50年之后的事儿，这谁也说不了。恁姑这是给恁老公灌鸡汤啊！这并不是什么卧龙银元，这是一块原味的造种。你看入的是星盒，哎，然后给的是 VF 35分。
这状态不错啊，两面也算是全身打。哎，这说实话，给一块这买90万的房子借80万，说实话这也太离谱了呀。你不知道，俺老公最相信的都是他姑，因为他姑从小都对俺老公特别好。俺老公对他姑说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从昨天开始，他都一直跟我商量准备叫俺家的80万借给他姑来。这个长辈疼晚辈啊，这个他遇到困难了，可以适当的帮帮他。说实话，对于50年之后的事啊，这谁也能给你保证不了会怎么样。80万也不是啥小钱了，对于我们居家过日子来说，尤其是对于你们夫妻来说，说实话，这个80万借不借，你们还得商量着来。最关键还得是你是啥态度嘞？那你要说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过来的，你说对不对？对对。那这80万是俺结婚10来年的存款了，可以说是全部家当。都俺老公都有一个毛病，都经不住他姑的软磨硬泡。前几天秃噜嘴叫存款说出来了，昨天都跟俺说来借80万了。俺老公听没心眼儿，狗窝里藏不住什么。哎，家里边有多少钱啊？确实不能随便乱说，就怕亲朋好友张口给你借。你借吧，像恁姑这种狮子大张口，90万的房子，对吧？竟然敢借80万，你要是不借吧，多少啊？这肯定要伤感情了。所以说家里边有多少钱啊，一定要财不外露。关键是这个事儿你咋想的呀？我想就是，既然他姑到银元都拿过来了，那我看值多少钱。如果真值个180万了，那我肯定借给他。他如果不值，那我借给他，他必须在房产证上写我的名，我得奖他一个军。哎呀，还真别说，你这两种想法里外都不得罪人。说实话，如果这个赵忠啊真能值180万的话，恁姑绝对也不会跑过来给你借钱了。这是一块龙阳3剑阁之首的造币中场，评级如何是今年你看秋季评级周的这个新盒，给分是 VF35分。个人感觉啊，这块币属于严评，赵忠啊能有这种深大的字口，完全可以给到45分没问题。因为皮革评级分数啊比较严格，所以分值高低啊直接决定了它这个的价值。关键是给分了，首先来看它这个状态。笔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传世褒奖，这种褒奖啊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状态。赵忠其实主要是看他这个鼻子，你这个鼻子没任何磨损，龙鳞也特别清晰，尤其是两面的字口，这都是属于全身打，而且笔面啊多少还是有一点这个流通痕迹。就冲你目前这个状态啊，我现在能给到你2万多吧。现在才值2万多吗？对，那这不是搞笑了吗？那一年按1万来涨，那50年不才50万吗？你说是不是？50年之后的事儿，这谁也说不了。1年涨1万，这完全是谬论，没有任何根据可言。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像这种招币中场啊，存世量还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买它了，除了就是收藏，就是品相好的话，能随时变现卖个好价钱。依我看啊，这个东西你还是还给恁姑，你也别赚他这个便宜了哈。那你这都不懂了啊？那便宜该赚还得赚那借80万，如果写我的名，再送给我一块1、2万的银元，那这不是一举两得，其乐融融吗？行，你这种方法好，既不带着人，又让他心服口服，你就给他说说吧。走，好。俺这个爱占便宜老公叫我气的呀，一夜都没睡觉。咋了？你看他花这1600块钱买回来是啥东西？你也别生气，你这拿过来看造型像元宝，这听声音像银子，大小造型轻重这还都不一样。捡便宜买回来了，这一个1600啊，还是这一堆1600啊？这一堆1600。要一个1600的话，我可不把他腿打断。这看着灰不溜秋的，这分明就是铝。哎呀，这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家里边的一把手。你们的家务事可能我也插不上话。这些个东西啊，是不是铝，我这还能分辨出来。咱先别的不说，就说你这些东西，这是哪来的呀？昨天他去钓鱼了看别人在河边上撒网大晚上的黑不隆咚的，这一网撒下去出来一兜子这因为是晚上看不清我都当这个废铜烂铁卖结果俺老公是一个愣头青啊上去把这兜子1600掏给人家了。哎呀，其实用愣头青形容的老公一点都不为过。
这个说实话，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不懂的话，最好不要去碰它们，因为啥呢？很简单的一些道理。你要是撒鱼那个网，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能逮到鱼，怎么可能会撒到这些银元宝呢？另外啊，就是如果这真是1600买回来的话，确实是不亏，你这心里边有个底儿，哎就行了。我肯定不相信他。你都不知道啊，那1600块钱啊，本来是给孩子交学费用的。他一下子买成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发他夜不睡觉。哎呀，警告他也行，给孩子的学费也能乱买东西，万一赔钱了，那孩子咋上学？不过你老公这次啊运气不错，算是瞎猫撞上死老鼠吧。我看这8块银锭啊，这都不会赔钱。得了吧，我刚才喊那几个收破烂的，他用秤给我称了一称，有3斤多，只给我60块钱，把我气的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哎呀，只能说你这是找错了对象，你拿着这些银元宝去问那些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你这只能是自取其辱。他们怎么可能分得清银子，分得清是铝的？给你60块钱也算多了，铝的市场价1斤也都10来块钱。所以你拿这些东西找他们去卖啊，肯定是卖不上啥价钱。我不知道该听你们谁说的话了。这到底俺老公买的到底亏不亏？1600买嘞，先给你吃个定心丸，绝对不亏。你就是按废银子卖，也有得赚。3斤多的重量，我给你换算一下，1斤500克，你就按5块钱一克，1斤2500，3斤7500。你减去1600的成本，那最少也能赚个6000块钱，没得说啊。咦，那多了还能赚钱？对，没想到俺老公这一次捡个大漏啊，这让我开心的吧。刚才我是给你按这个收破烂的价格算的。其实像这种银锭啊，看造型的话，你看这种小的，它是属于3两的塑锭，包括这个头大的，这是5两的塑锭，因为上面没有字口。大多啊是民间塑锭，基本上都是民国晚清那时候的居多。塑锭大多它的存世量比较多，没有特别的收藏价值。现在市场行情价大概也就20多块钱一颗，3斤多的话大概价值在3万多的样子。你花去1600的话，那这一次赚了差不多有2-3万块钱了。乖乖嘞，我都说俺老公本事大，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这都回去给他做好吃的补补。这一下子赚了顶我1年的工资了。哎呀，你这前后对比态度反差也挺大的。这一次确实是捡了一个大漏，但并不意味着你就得奖励他。来源的问题，你回去还是搞清楚。撒网咋可能撒出来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他在别的地方弄来了，固定来糊弄你了？这个问题啊，你最好是当面问清楚的。行，我回去好好的黑乎他，对，问清楚他到底从哪来的。对，说不定这1600块钱还没花掉嘞。对，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对，说不定还有惊喜。对，谢谢你啊，没事。俺哥今天他不还我钱，我必须把他价值60万的银元给他卖了。你赶紧给我看看能不能消化掉。那哥借你60万不还，你卖他的银元太不合适了吧？2块价值60万。来，我再仔细看看。哎，跟你说句实话吧，如果当初他借我这是10万块钱，不抵押这60万的银元，我这还不借他这个钱呢。实话实说啊，如果真有2块60万的银元，怎么可能去给别人借10万块钱呢？而你这2块都是已经平级入盒的银元，这一块是全身大老黑的大头龙，龙鳞字口都非常好。另外一块是 XF92的8年大头，你看它这个壁面是带彩雷。整体状态还都不错，这是谁告诉你的？这2块价值60万，这不是跟他闹着玩的吗？没有闹着玩啊。如果吃不了60万的话，多少便宜点也可以啊。去年俺哥借我10万块钱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今年还不上钱，我随便处理，反正他这2块一块花到30万吧，就是便宜点也没关系，反正你看着给。哎呀，其实这俩银元啊，并不是这个钱的问题。首先你不知道价值。卖亏的话就显得这以后很麻烦了，因为那哥说了2块值60万，借你才10万，稍微亏一点啊，那你这10万块钱的本钱就没了。另外就是借钱还钱是对的，完全没必要买这种抵押物。你这没征得恁哥的同意啊，你就卖这银元啊，说实话不合适。哎，这有啥不合适的？我们因为没在一个地方，打他的电话嘞。
现在是联系不上。本来说好了借我10万块钱，用1年，给我4000块钱的利息。约定好了，1年如果不还账，我有权把他这2块银元卖了。哎呀，亲兄弟明算账，这本身也没错。既然已经约定好了，那就按约定好了办。10万块钱1年4000的利息，其实并不算高。我感觉啊，恁哥他也没必要去失联，因为啥呢？亲兄弟就借了你10万块钱，为了这10万块钱失联不可能。况且啊，他这抵押的还有2块银元，哎，你再等等，哎，说不定他都会给你打电话来。等是不等了，老板别说其他的了，你赶我看这2块银元，你到底管给我多少钱吧？哎呀，这俩银元实话实说都比较常见。我简单的给你说一说。先说这一块8年，入的是皮盒 XF92，整体字口包括状态还都不错。你看这个8年咋说啊，也算是冤大头里边最贵的了。你这个实话实说，多少还带一点彩，两面都没有任何说他。你就按现在的行情来算，就给你4000多点，就这一块。4000多点？对。那你说了一个花30万了，你给我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四川龙，这个四川龙啊，比普通的那个龙样要少一点，所以价格贵一点。你这个是包浆，你看是全身大老黑。首先包浆比较难得，而且四川龙啊，它的龙鳞都不怎么好，你这个也可以说是全龙鳞。字口的话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磨损，都比较轻。因为四川龙啊本身发现量比较少，按照你目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也能卖个4000多点。这俩才8000多吗？对，相当于你2年来利息。这亏了这。这我这10万块钱咋弄啊这？哎呀，我刚才就说了，那哥借你的钱，然后约定好了是1年4000的利息，正好你这2块银元，正好够2年的利息，都是亲兄弟了，对不对？他现在失联，并不代表永久失联，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是，再过几天再看看吧。等等，我也叫这2块银元卖了吧。这2块银元你也别卖了，拿回去当你的利息，以后对不对？还方便说，他以后还你钱的时候，到时候你再卖，不晚。好。听说这黄金涨价了啊！我这里有2块金疙瘩，你帮我看一下，大概有1斤重，你帮我看能不能自己玩。黄金价格最近确实挺贵的，1克的话差不多有400、700吧。你拿过来了，这俩确实有点像黄金疙瘩。2个造型你看都有底座，这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山丘似的。说实话，这重量有点轻飘啊，我这有点不明白，你这有1斤重，为什么张口就要1万块钱呢？那我也想多卖点钱啊。我去那黄金回收店，他们说这是文玩，让我来找你们收银员了。其实他们说的没错，你这俩金疙瘩是有问题的。一般按照他们回收黄金的经验啊，只要你拿的是黄金，无论是啥，只要含金量没问题，这个价格啊，只要谈好，他们通通都是回收的。这东西我也看了，这俩金疙瘩我也要不了。你先别着急给我了啊！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金疙瘩是我朋友的，他欠我1万块钱，一直没还。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拿出来了，想着能卖点钱，把我那1万块钱给扣下来。那听你这样说的话，这东西无论是不是黄金，你这悄悄给他卖了不太合适啊。首先你这趁人不备，拿别人的东西视为窃，先不说别人欠不欠你的钱，你这本来是有理了，你这传出去也变成没理了。这幸亏啊，你拿来这是恁朋友2个这小文玩意儿，我劝你啊，抓紧时间还给他还回去。他都4、5年没讲还钱的事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不了多卖点钱，我把他剩余的钱给他不就行了吗？你看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这都当耳旁风了。这是私自拿别人的东西出来，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这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恁朋友这俩东西啊，他也卖不上啥价钱。大不了不就含金量低一点吗？不可能不值钱呀，你就说值多少吧。你也知道黄金啊，它是有固定价格的，含金量高低啊都能卖上价钱。刚开始你拿过来这俩黄金疙瘩，你去金店，他们为什么不回收？根本原因就是你这黄金疙瘩，它首先得是黄金嘛。你听一下它的声音，你听听，这哪是黄金呀？
黄金的声音可没有那么脆，而且都知道黄金的比重比较沉。你所谓的1斤，这也太轻了。一般像这么大个的金疙瘩，一个怎么着也得有1斤多，这么大一点的得1斤多好几。正好我这里有电子秤，我们上秤来先称一下它的重量。174克，92克。说实话，你自己看，两个加一块，它们的重量自然没有1斤重啊。两个加一块，这才半斤。这1斤的重量是我约摸嘞。你就告诉我能值多少钱嘛？这幸亏不是黄金，如果是黄金的话，你光靠自己感觉是不行的。你看俺的电子秤，这都精确到0.01，一个普通的小文玩，你说我能给多少钱？它既然不是黄金，对吧？大概也就几十块钱吧。几十块钱？对，我这个朋友也太忽悠我了吧！借我的钱的时候还特意给我指了指，他神秘的说他们能值几十万嘞。这人太虚伪了，我感觉。哎，只能怪你情商太低。你想一想，1万块钱也不算多，借你4、5年了，对吧？一直不还你，这明摆着他手里没钱啊。如果这真是黄金的话，就这么大个，说实话，就这个造型，他肯定值几十万。只怪你交友不慎，你这个吃一堑长一智吧，东西你等一会儿你还给他还回去头了。那我再去其他地方问问价吧，说不定还能卖掉嘞。那也行，反正好歹也就这了，你问问也死心了，到时候实在不行你再还给他。好，谢谢，没事。我就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能嫁给太小气的男人。咋嘞？想跟你见个面，竟然送给我俩银元，你说这也太小气了吧？现在银元可不便宜啊，这相个亲见个面还一下子送你俩，哎，要珍惜啊！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我听别人说了，这银元一个也就几十块钱，在我面前搬弄弄虎，这不是小巫见大巫吗？你先不要生气，你听别人说银元几十块钱一个，那个是几十年前的价钱了。你这俩都是已经评级入盒的银元，而且2块这都是龙阳，而且你看这2块这都带分 ，XF45的底板，这俩状态啊都不错。你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要不然我给你简单的讲讲这2块龙阳的价值。你也不用过多的给我讲，我先跟你说一下我是一个35岁的大龄剩女。34岁之前，我主要以事业为主，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我现在1个月工资2万多，相亲见面得有一个前提，必须得拿出真诚。对。平时我主要喜欢书画，没想到见面送我俩银元。哎呀，首先你这条件确实挺好，就以这个工资为例吧，像咱这边平时基本上都是2、3千一个月，而你1个月啊顶别人这大半年，然后你这个相亲对象应该是搞错了你这个爱好，喜欢书画，他不一定就是文玩，而银元是属于收藏，算是想讨好你，送错了东西。这个东西咋说反正就是你谅解一下吧。说实话，我这个相亲对象条件比我差很多。据说1个月才6000块钱。跟他愿意，我感觉结婚以后肯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人倒是还算机灵，油嘴滑舌的，反正是我有顾虑。站在你这个立场考虑啊，我只能说是人无完人，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工资的差异啊，并不是影响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个全部。找对象也不能看这个工资的高低，你要知道未来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对吧？毕竟在一起生活。如果你这个对象是潜力股的话，我感觉啊，你应该多少给他一点机会。况且啊，你看第一次见面，人家就送你这俩银元，这不挺好了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这不看生面看佛面，看在他这2块银元的面子上。你帮我看看这些能值多少钱？其实通过这2块银元来看啊，你这个相亲对象啊也是下本钱了啊，因为这龙阳啊本身都不便宜，就以这个大清玄伞为例吧。在龙阳里边被称为是龙阳3剑客排名是在第2。而你这个银元说实话状态确实不错，你看壁面这都带光，尾巴出云为深斑。一般银元壁面带光啊，足以说明这个银元在保存的过程当中保存的比较好，壁面品相基本上也算是通货状态吧。就这样跟你说，就这一块银元目前市场价在6000左右，那就相当于他1个月的工资了。对，这样算的话，这说明他还是有心的。对，我就差点就相信几十块钱一个了。
刚才就说了，几十块钱一个的音乐，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现在随便买个小铜钱，对吧？一般也都得上几百了。另外，这个是江南嘉诚，这个说实话，这个也是原味的，状态也不错。基本上这个江南币啊，就是都带戳，而你这个最起码没戳，而且它这个味道还不错。哎，整体品相还说得过去，算是通过状态吧。一般像这种龙阳啊，玩也就玩它一个味道。目前状态来看的话，也算是通过，给你3000左右。这同样是音乐，这价钱区别还很大呀。那对，看来真是我不懂了。没想到这小小的音乐值几千块钱一个。对，因为你对这个音乐不懂，哎，就像你这找对象一样，哎，找对象也不能一味的光看这个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还主要的还得看这个人品，哎，看他的综合能力，看他究竟是不是真爱你。这个第一次见面能送你俩音乐，说明他有心，哎，以后你们可以慢慢的相处嘛，对不对？那行，这2罐音乐我先拿回去，我给他好好的处一段时间看看。对，哎。